现代人出门就开车，办公就久坐，肌肉都在偷偷的逃跑。我来帮各位体检一下：一、你的肌肉去哪里了？二、是谁偷走你的肌肉？三、肌肉流失之后，在你身体里面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？四、最简单的肌肉保卫战如何施作？肌肉到底去哪里了？我们要先认识这个隐形的杀手，就是呢肌肉的流失这件事情。它可不是普通的肌肉少一点而已，而是呢会让你的力量、你的代谢，甚至大脑的功能都跟着溜走。你知道肌肉什么时候开始退休呢？比你想象的还要早很多。30岁以后，肌肉就已经开始每年1%的辞职了。40岁以后呢，每10年呢，它就8%的快速裁员。所以呢，这个员工流失的速度啊，比脸书、Meta 这家公司裁员还要狠。如果你以为呢，肌肉只是你当搬运工的时候才需要的，那你说呢，我天生好命不需要做粗活，于是呢，我不在乎肌肉，那就错了。肌肉呢，还负责调节血糖、指挥代谢，甚至保护心脏和大脑。肌肉偷偷流失以后，你连拧毛巾都好像在拧钢筋一样，然后想要吃个罐头啊，你也打不开。千万不要等老了才后悔。第二个呢，是谁在偷走你的肌肉？现在我来公开所谓的危险群是哪些人。那第一个族群最应该要提醒的就是，你可能以为你是健身达人，你是运动健将，然后肌肉流失跟你没有关系。错，运动员一样会肌肉流失。年龄增长，荷尔蒙下降，例如男人的睾固酮开始减少，女人开始停经没月经，这个时候都会加速你肌肉的流失。连奥运选手都躲不掉肌肉流失的命运，所以呢，即便是运动健将也别得意。年轻时候的你呢，深蹲100下不在话下；年老时候的你呢，蹲下去，哎呦，扶我一下。那第二个族群呢，是糖尿病的患者，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肌肉流失的族群。因为呢，糖尿病患者你们肌肉流失的风险是比别人高3倍。血糖高，你的肌肉呢，就像泡在糖水里一样，它就变成了棉花糖肌肉，软趴趴没有力气。糖尿病族群只知道控糖，如果不知道控肌的话，那么老了可能呢你就需要坐轮椅，走不动。那第三个族群是肥胖又肌少的泡芙人。我们讲的肥胖呢，不是说体型很大他就一定肥胖，有的人呢好大一只，但是人家肌肉很多。我现在讲的呢是外表胖嘟嘟，但是内里软绵绵这种肌少型的肥胖，他的脂肪多，肌肉少，他爬楼梯呢喘吁吁，就好像在爬玉山一样的困难。可是呢，减肥千万呢不要光是靠饿肚子这件事情，因为呢，可能你减掉的都是肌肉，那其实脂肪都没有减到，体重看起来似乎 OK， 可是呢，肌肉却流失得很厉害。那么现在有很多很新款的减肥针，然后你再加上呢，帮助你自己养蛋白，加上重训，这样呢可以帮助你改善你的状况。第三个族群是癌症还有肾脏病的这一群人啊，因为癌症跟肾脏病呢是肌肉的一个隐形的敌人哦。在癌症的治疗呢，如果缺少肌肉的话，你的副作用啊，你的存活率都会下降。那如果慢性肾病的人啊，你的肌肉都会被你的尿毒啊毒到肌肉做不出来。所以癌友跟肾友比任何人都更要存肌精，运动是绝对不能停的。第三个问题是呢，肌肉在身体里面的流失会引起的连锁反应。连锁反应首先呢，肌肉流失对你心脏的影响是心脏病会因为你的肌肉的减少而增加81%，因为肌肉跟心脏是好兄弟。如果你的肌肉少了，你的心脏就开始摆烂。肌肉呢可以说是心脏的保镖，保镖不在的时候，你的心脏呢是赤裸裸的没有防御力。第二呢是肌肉的流失对你肺部的影响。如果呢你的呼吸机罢工了，那么你可能就要过缺氧的人生。肌肉流失之后呢，连简单的呼吸都好像在跑马拉松一样喘吁吁，肺部会喊救命说带不动带不动带不动。再来第三个，肌肉流失对于你大脑的影响，它会放大你失智的风险。研究显示说呢，肌肉和大脑呢，它们必须要经常的联络，像笔友一样的写信。如果呢肌肉跟大脑不联系的话呢，你的大脑呢就会很快的开始降速所以呢会造成肌少型的痴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各位讲如何做最简单的肌肉保卫战，3招，就是要吃对、练对、补对。第一个吃对是指呢，蛋白质是你肌肉的提款机啊，每1公斤的体重你大概需要1公克的蛋白质，
一天了哦，我们指一天。如果你的体重是50公斤的话，你一天就需要50公克的蛋白质。一颗水煮蛋大概是60公克，但是呢，它真正蛋白质只有7公克。那你总不能够说你要吃7颗蛋嘛，哦，因此呢，你需要再加上一些肉类、瘦肉还有豆类啊，建议不要一直用吃蛋来补充蛋白质，有可能你的胆固醇会过高。你可以添加蛋白粉。那记得呢，早餐不要光是喝稀饭，你记得你的早餐呢可以加一点蛋白质，比如说加豆浆。那第二呢，是你要练对嘛？练对的意思呢是说呢，重训是你肌肉的充电器，不管你是深蹲啊，或者是举水瓶啊，你家里处处都可以练。那我们不要当 couch potato， 我们追剧呢也可以偶尔抬抬腿啊。我们呢可能呢在看影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练练哑铃。那第三个是说呢，要补的对，就是你的维他命 D。那不要以为说呢，你有晒一点太阳，你的维他命 D 就会够，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，70%的现代人啊，他的维他命 D 都不够。但是维他命 D 跟你的肌肉是有密切的关系的。再提醒各位一下，只要是身体开始老化，荷尔蒙开始下降，不管你是不是运动员，你的肌肉呢都在偷偷的逃走。不要等到肌肉跑光了才想起来要追啊，它比你的前任男友女友难挽回多了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自己的话，我建议你赶快领取下面描述栏里面提供的免费肌力检测，先做好你肌力的健检，了解你自己的身体之后，你就知道如何的帮助你自己进行肌肉保卫战。我是王丽慧，希望你能够从这部影片得到启发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呢，请你在下面呢可以按赞留言或者是分享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演算法会知道呢你喜欢这种有价值的内容，下次的话呢也会源源不绝的推给你相关的主题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真正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有最正确的知识，那么也请你要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、TikTok、Threads， 还有我们的脸书。下次再跟你们聊聊身体里面的小剧场。